由于影片较长，会分成3个部分。这是第3集，我们会实作更换止水皮。上集则是介绍止水皮的款式和设计。第1集也跟各位分析了马桶容易出现漏水的几个地方哦。今天呢，为了方便拍照，我会把浮球拆下来。如果你是只换止水皮的话，浮球没有影响到你工作的话，你是可以不用拆的。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马桶的进水先给关掉。关水一般这边都会有一个反耳，我这个反耳呢，这个是有手转是有附柄的，然后我这一颗是一个不锈钢的反耳，然后它里面的是陶瓷芯哦，那有机会再来跟各位介绍。那如果你是比较传统型的，它是凸一根东西，然后前面有一个1字的缺口，你可以用1字起子或是5块钱、10块钱都有办法把它转动。顺时针就是关起来，哦，逆时针是打开，但是注意不需要把它盯得太紧哦，因为你这种东西可能不是经常转，那如果你把它盯得太紧，会容易造成漏水。浮球的话，它是这样子一根锁在这个白色塑胶里面。我们逆时针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。它这个只是2只脚，然后勾在这个柱子上面，柱子旁边有一个小勾勾，这样翻起来，然后右边这边也翻起来，这样它就脱离了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这样会比较好处理。这个款式的话呢，它就是这个金属有个勾勾，然后勾住这个白色调节线长度的东西。这个口如果太小呢，你可以使用尖嘴钳把这个口弄大一点。那这样子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好拿出来。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钩子从这一根铁棍上面取出来。如果你怕呢设定的长度有问题的话，从这个地方把它拆开来，然后把这个橡皮换掉，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扣回去，用尖嘴钳把它夹好。这样子的话，长度你就不用再去伤脑筋再去设定。今天准备使用的是这一个止水皮。需要先检查一下，像这个止水皮的话，它没有附那个勾勾，有没有？你看它这样整条，它没有这个最上面的这个铁钩子。如果没有最上面的铁钩子啊，你要从旧的上面拆下来。由于它这原本的钩子不是设计给这个珠珠这种款式用，然后它这个勾勾的地方洞有点大，所以我们这样子勾上去的话，它很有可能滑掉。那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洞的大小。然后记得这个开口的地方要把它用钳子把它夹到密合起来。哦，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按那个马桶水箱按下去，哎，怎么不会冲水，松垮垮的？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线脱落了。调整好这样子卡进去，它出不来，不会动来动去，这样子就 OK。这边就是卡这条线，然后这一边就是勾在水箱的那一根铁棍上面。这个铁钩子勾上去之后，有没有？你看它这样子可以整个做360度旋转，然后左右也是可以做旋转。这种就是我刚说的，很容易造成这个线呢回缠到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就要拿这种尖嘴钳，我尽量把它夹扁，然后夹紧。夹紧之后，你看它往前它就转不动了，有没有？它无法再往前转，往后也是只能到这边。然后左右也没办法整个做旋转的。我们现在来安装这个止水皮，由于这一款这边是开口的，哦，没有一根杆子，所以这个比较好放下去。这个洞就勾这个棍子旁边，这里有2个钩子。那如果你是后面有根连在一起的，那你就要记得这样子套下去。一般黑色那种，它有的时候是这边会设计2个洞。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。那你不确定要扣哪一个洞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放到这孔位上面，然后盖好。先盖好之后，你就知道要扣哪一个洞了。那我这一款是只有1个洞，所以没有这样问题。我扣好之后，我们要设定长度了。那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把这个铁挂钩给挂上去，然后这个地方大小也调节好了。像这样子，整条绳子都是直的，这样就是太紧了。长出一大截，这样就是太长。太长的话，很有可能是线就会这样子回缠。设定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勾进去，线的长度的感觉大概就会像这样子。哦，有点松松的，有没有？有点松松的。如果你设定的长度如果稍微过长一点的话，
那你的把手冲水的话，很有可能你就需要一直按住它才会冲水。那如果你设定的长度是刚刚好的话，那个按钮按下去呢，它就会水会一直自己自动冲，冲到这个水快没有，它才会盖起来，会有这样子的区别。因为如果你的线太长的话，你按下去的话，这个开口呢比较小，的话，有时候水只泄掉一点点，你手就放开的话，它水的压力又会把这个盖子给压回去，所以你发现说为什么我手一放开水就停止？如果你不想要那样子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线稍微弄短一点，按下去开口比较大的话，这个水的惯性跟压力就会在这个往下冲的地方，然后等到它冲到快没水了，盖子才会盖起来。那如果你想省水，那你可以把绳子稍微设定长一点点，这样应该就 OK。那我们可以放水做测试。在放水做测试之前，如果你有把这个浮球拆下来的话，记得先把它装回去，顺时针转进去，转到有紧就好了，不要太过用力，会把这个塑胶转坏掉。现在蓄水完了，现在就没有之前的那种水流的声音。那我们冲一下看看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设定线稍微短一点，它就是水会冲到水剩比较少的时候，它才会盖起来。这集就分享到这边，影片制作不易，先帮我按个赞。前2集有跟各位分享马桶容易出现漏水的几个地方及解决方案，并且介绍常见的止水皮款式和设计。如果有需要，欢迎回去看之前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了哦。